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托运完了，书包、睡袋我就背着了，自行车还有行李箱，我把那些需要用的装备塞到了行李箱里面。像之前咱们在路上，帐篷呀、驮包呀都已经破旧不堪了嘛，该丢的其他都丢掉了，把有用的全部带走。接下来就要前往法国，准备从法国休息几天，跟朋友也见见面。然后再开启一段新的旅行。冰岛这边朋友跟他们告别了，因为他们不方便露脸，也不想出境嘛，所以就没有拍摄。4点的飞机，一会儿再逛一逛就准备值机去了。上楼，又看到这个雕像了，之前在大教堂门前是有的。这是一个探险家呀。第一位到达北美洲的欧洲人，是美国送给冰岛的，也是纪念冰岛会议成立1000周年嘛。上楼，上楼。现在呢，已经离开了冰岛，来到了法国巴黎。进入了市区之后吧，也是买了一身夏季的衣服。这边温度比冰岛要高一些的，理了一理头发。今天呢是预约了这边的牙医，最近这个牙齿啊，从冰岛的时候就一直痛得厉害，准备要拔牙。我这个牙齿未来还有个10年，说是就会全部掉落了，现在已经开始松动了，包括里面都是露着神经的。今天过来是拔3颗牙，后期还要种牙。我上面再给你打麻将吧。好。更大一点，非常更大一点。好空啊！
我们面前的这个建筑啊，就是非常著名的蒙帕纳斯大楼，也是小巴黎唯一的高层建筑。问从哪里看巴黎最美啊？就是在蒙帕纳斯大楼，因为在蒙帕纳斯看不见蒙帕纳斯。现在我在的这个街区，它是大巴黎跟小巴黎的交界处。左侧的这个大楼啊，就是我在巴黎居住的这栋楼。据说是明年的2月份就要被拆掉了。然后这边呢还放了几个艺术家的一个小册子，他们一些展览的资料、图片啊都会这边展示。然后那边呢可以放一些自行车，这边就是上下楼的电梯，那边还有一个展示墙，上面的都是一些艺术家工作室的信息。他们有的是做，这个是做摄影、绘画，然后写作。这个 Ava 还是做这个陶瓷的，这个也是绘画的。有好多，下面还有乐队的，有的是那个枪的乐队，它叫黑手党，这个是做那个皮革的，还有雕塑的，全部都是艺术家。1层的话呢，是他们所有人吃饭的一个地方，所以说是没有出租，公共的。咱们先去1层吧，1层去看看厨房吧。这个就是1楼的厨房了，空间还是挺大的，做饭的调料每个人的。我直接跑到第4层过来了啊，随便看1层吧。哎，开放式的工作室，下方的这些画蓝色的条的。就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，只是没有打隔扇，到时候都是要出租的。墙上都贴着价格，26平的452欧，这是1个月的价格。这个就是我们在楼下看到的那些每一个租出去的名字，他们人我不知道去哪里了，这是他们的作品。负1层了啊，这一层的人呢要多一些。我也是住在这一层的，然后这边它有一个健身房，像我平时洗澡什么的，就是在这里，有2间淋浴，都是空的，没有任何的健身器材。我平时洗澡就是这2个。然后隔壁呢有一间小的工作室，这个工作室就是那个搞爵士音乐的，就是他名字叫黑手党的那个。然后这个呢他是做皮革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超级大啊，你看，感觉这个墙有点像这个 KTV 的那种包厢一样。对面那个他是做陶瓷的，他们正在做那个陶瓷呢。楼上的话就是刚刚我们看的那几个画室，大哥也在画画。这栋大楼吧，说是到明年2月份会拆嘛，但是在法国这个国家呢，有一个特色就是要拆一栋大楼，从政府上面审批文件下来，可能会拖很久。有可能明年还拆不了，拖到后年，有可能大后年也有可能。那么在这个空档期吧，就有很多的一些中间商、承包商，利用这个空档期租下这种大楼，然后每一层再打成小的隔间，分别再出租给这些在法国的艺术家，只针对于艺术家的。这个画室就是我朋友的画室，这是他的所有的画。他这个月要回国嘛，回国刚好就说，哎，我这边有个画室闲置下来了，
如果我需要的话就问我，可以在这边休整嘛。刚好你看我这边铺上防潮垫，就可以睡觉，也不需要床。然后那是我的睡袋，这些对我来说躲风又躲雨，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。平常呢，我也会打扫卫生，给它浇这些花花草草。这是我的自行车，自行车也没拆。等我后期牙齿看好了之后，我就直接再发到新的国家，开始新的旅途了。这边打开之后呢，这里面还有一个，就不打开了啊。这里面还有一个柜子，还有一个储物空间，里面是放满了我的一些装备还有驮包。今天也是我拔牙之后的第3天了，说话能清晰一点了，也消肿了。前2天吃的都是本地的土豆泥，然后酸奶、奶酪，吃完这些东西吧，浑身又没劲儿，因为医生呢他也不让你吃热的，也不让你吃辣的，就清淡为主。这3天过得是太痛苦了，今天能漱口了，明天是进行第2次治疗，就是刮治，还要再去趟那个牙医。刮治完了之后，3天之后再进行的第3次治疗，所以我的牙齿坏的是很严重的。之前在路上的时候也有看过牙医，他告诉我是要尽快治疗嘛。然后我在路上骑行，治疗呢又需要很长的时间，所以就一拖二拖，拖到现在好几年了。然后我冰岛骑行的时候吧，那时候就已经有牙痛了，并且还痛得特别频繁，吃点酸的甜的就一直很痛，然后一直忍，现在是真的是难以忍受。所以这次来法国，刚好这边有朋友认识这边的牙医，也会讲中文嘛，顺便我就把牙齿给看了。这棵龟背竹我前2天刚刚浇完水，现在叶子啥的还可以啊。从早市上面买的百合花还有芍药，也是这2天才刚刚开完花。因为这里的话是我不小心给它弄掉了，弄掉之后我用胶带给它粘起来，没想到也开花了，开的还挺好。这是我朋友他们画画用的颜料，像人在法国啊，用的都是国画颜料，各种的墨汁全都是中国的。欣赏一下他的作品吧。这有一幅比较大的，这个是横过来看的，竖在墙边看不清。这里也有一幅，这个花和鸟，哇，这个也漂亮。哇，这个漂亮，紫色的花。这是我自己的画册。包括这一幅是我在冰岛看到极光的时候，然后在帐篷里面画的。而这一幅呢，是我也是在帐篷里面画的。这一幅是在一个牛棚里面，然后这边有笔啊，有颜料啊。他说你想画的话可以随便画。整体的环境还是不错的，并且出门超市买菜都特别的方便。法国这个地方人多了，艺术气息也非常的浓厚。街上人群来来往往，并且吃的东西还都是中国美食也多了，反而有种不太习惯。我刚来的时候连续好多天都没有出门，拔完牙齿加上喉咙痛又有点感冒，也没有出门。老窝在这里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咱们坐地铁再往繁华的一点走，买这个地铁票 English，放上我的小卡 Kate， 买个4张，买4次，然后咱们再滴 OK。 哎呦我操，哎呦我操，他跑得还挺快，他也在啊。
这个车都堵住了，一直都不走。哦，哇！就这个车没走，然后后面就全堵了。我天哪！都在这里拍啊，这大哥也在这里拍。哈哈。哦，这个现象就相当于前段时间的那个他们游街一样，这叫出租车游行。异域风情啊！啊，老爷子手风琴，呼呼！塞纳河。楼上的那个好像还没走，要不就是忘记关灯了。正常这个点的话，他们都不在这里了。铺上睡袋，晚上就可以直接睡在这里了。两个小枕头。